上半年，中国实现贸易顺差2.48万亿元，这一成绩殊为难得。在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，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，主要工业国竞相出现贸易逆差。传统工业强国德国5月的外贸逆差为10亿欧元，是德国自1991年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。另一传统贸易大国日本情况更糟，5月超过2.38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，创下历史同期逆差额新高。此外，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韩国、印度等5月均出现贸易逆差，而备受关注的新兴加工贸易国家越南5月则出现了17.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。相关情况也凸显外部风险因素不容忽视。欧美等国正在面临高通胀带来的衰退风险，欧元区6月通胀率创下新高，达到 8.6%。欧盟委员会周二表示，近日将再度下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，并上调通胀预期。多重风险下，市场机构多数看空欧元区经济前景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则将2022年和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 2.3% 和 1%， 原因在于近期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疲软，同时美国的通胀前景依然严峻。美国劳工部会在当地时间周三公布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，美国媒体预计相关指数很可能将再创新高。此前，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8.6%， 创1981年12月以来最大值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揽子建议，包括通过拜登提出的社会和气候支出法案，以及建议美国取消过去5年实施的贸易限制和关税上调。近期，美国媒体频频爆料称，拜登政府正讨论取消部分对华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，但取消额度仅为100亿美元。虽然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，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奎文表示，对于下半年中国进出口稳定增长有信心。整个国际的经济的复苏态势，我们认为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，这为中国的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。至于下半年的走势，刚才我也谈到了，我们认为现在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、不确定的因素，但是中国的经济的发展、强大的内需市场，以及中国企业的快速的复工达产，我们对下半年的出口还是充满着信心。2022年中国外贸数据半年报周三公布，在疫情叠加以及俄乌冲突等多重不利因素之下，中国进出口逆势上扬，增速 9.4%， 实现稳步增长，凸显了中国外贸的强大韧性，还呈现诸多亮点。对于未来的展望，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奎文表示，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，加上一揽子措施落地见效，下半年中国外贸仍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。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9.8 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 9.4%， 其中出口增长 13.2%， 进口增长 4.8%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，其中中美贸易额增速最快，达 11.7%， 中与东盟增速次之，为 10.6%， 中欧贸易增速为 7.5%， 东盟继续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。同期，中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贸易伙伴进出口同比增长 5.6%，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17.8%。分产品看，上半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 4.2%， 农产品进出口增长 9.3%， 原油、天然气、煤炭等能源产品合计进口 1.48 万亿元，同比大增 53.1%。在今天的会上，稳和增是高频字。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奎文介绍，我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8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。那其中今年1季度平稳开局，5、6月份迅速扭转了4月份增速下滑的趋势，相关数据也反映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。当前，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环境更趋严峻复杂，我国外贸发展仍面临一些不稳定、不确定因素，保稳体制还面临不少压力。随着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，复工复产有序推进，我国外贸仍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。